干什么？让开，快点让开！让你让开，听着让开，大伙懂吗？让你让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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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开！小心！哎，哎，这老家伙好大的胆子呀！就是，怎么了你？这是武当山脚下，你们是什么人？敢来这里打人？武当山脚下又怎么样啊？武当山脚下人人都会武功。你们是哪路人？敢来这里撒野？你们可真是不知死活呀！不要笑了，想打架吗？好，让我来跟你们练练。借把剑来。我借你。啊，小心！你想跟我试一试？什么你要我的？他是我们盟主，令狐公子。不得无礼！不长眼睛。盟主好啊，我这个人就喜欢和盟主比划比划。那好，晚辈就得罪了。就是。是什么招数？丰太师叔曾经说过，天下武术千变万化，无论对方的招式如何精妙，只要是有招，就有破绽。说不定这圆圈的中心就是破绽，但不是破绽，我这一剑刺入，我的手臂也给他绞断了。令狐公子果然剑法高明，胆识过人呐，佩服，佩服。老先生承让了，请跟我来。你是从何人那里学的吸星大法？晚辈于无意中学得，当初并不知道他是吸星大法。这吸星妖法虽然神奇，但是对你的危害却很大，学得越深，害处越大。少侠要悬崖勒马，及早的停止对此功的修炼呐。是，晚辈也知此术不正，以后绝不用此功害人。还没请教前辈是？老朽在武当山修炼，道号冲虚。原来是武当掌门仙长亲临，请恕晚辈刚才无礼。请起。今天贫道在这里等候少侠，是要告诉少侠一件事情。少林寺方正大师早在半个月之前就把任大小姐放出少林寺了。此话当真？你可以不相信贫道，但是应该相信武当门派的信誉。晚辈失礼，道长一言九鼎，晚辈不敢有半分怀疑。只是，不知任大小姐为何到今天还没有现身江湖？我也在想，她会不会被人利用啊？只是任小姐一天不现身江湖，那些绿林朋友绝不肯善罢甘休。即使我不当盟主，也会有别人去当，到时只怕对少林寺的危害会更大。世事如白云苍狗，随时随刻都会有千万种变化。少侠能把自己置于潮头，老朽佩服。道长放心，我这次上少林寺，一定以大局为重，不让群雄毁坏少林寺一草一木，也绝不乱开杀戒。好，小僧在少林寺出家10多年，也没有听说这寺里有什么地道秘境啊。既然叫秘境，自然是没有多少人知道的，否则怎么还叫秘境呢？
什么人？出来！什么人？老子透了口气，吹落了几片灰尘，居然让你给看到了！莹莹，下来吧。三位施主，好厉害的掌力呀！女施主既离开少林，却为何又去而复回呢？哦，这两位想必就是黑木崖的高手了。舒拉那衍生，无缘相识。这位是日月神教的任教主，在下向问天。想不到啊，老夫我退隐江湖12年，大伙儿对我还是这么敬畏3分，我任某真是感到莫大的安慰呀！啊，原来是任教主和向左使，当真是久仰大名啊！不知二位驾临少林寺有何赐教？老夫不问世事已久啊，这江湖上的后起之秀都无缘相识。这几位是？哦，那老衲可以给你引荐引荐。不忙，哦，不忙。虽说老夫已离开江湖12年了，可这半个月以来，我又在江湖上重新走了走，也道听途说了一些人的名声。想必你就是那位武当派的掌门冲虚道长了。贫道在年纪上应该比任先生长几岁，不过贫道执掌武当的门户，却是任先生隐退之后。后起当然是后起了，不过这个秀字，贫道实在是不敢当啊。这位就是左大掌门吧？正是，我们12年前就会过了。你的大松杨神掌可有长进呢？哼，可惜啊，老夫我退隐江湖12年，这江湖上没有人跟你对掌了。洞中方一日，世上已千年。12年对武林来说，英雄辈出。任教主的昔日英名，恐怕也要大打折扣了啊！是吗？今天这些辈出的英雄，恐怕都在场吧？啊？哼，我倒想看看，到底是些什么样的英雄。这位是华山派掌门岳先生。这华山派的宁女侠，我是知道的。这个岳什么什么先生嘛，没听说过。这华山派倒是有一位少年英雄，这人武艺极高，人品又稀世罕见。无奈他总是遭到一些个世俗功利之人的排斥，可他与我任某却是一见如故啊！我一心一意的想将我的宝贝女儿许配给他。这人虽然年轻，可行事做人，除了方正方丈和冲虚道长之外，恐怕在场的
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他。他听说我这宝贝女儿被囚禁在少林寺，就带领着各路英雄豪杰到少林寺来迎妻。岳先生，你知道他到哪里去了吗？任先生，你神通广大，自己的乘龙快婿到哪儿了？怎么还会来问我呢？哦，该不会是那个被我逐出门派的令狐冲那个小贼吧？你骂他是小贼，你为何不当面骂我是老贼呢？这个小贼行为不端，为了一个魔教妖女，鼓动江湖上一批旁门左道到少林寺来大肆捣乱。若不是左师兄施了妙计，这千年古刹还不被他弄成一片废墟呀！这样的人，不称贼又称什么呢？岳先生这话有些过激。其实，今日少林寺物事不损，全仰仗令狐冲约束手下所致。其实，少林寺上下无不对令狐公子感激不尽呐。好，好，你们看，这有德的高僧说的话，就是跟那些个伪君子、真小人不同。啊？定一师太，我说的对不对呀？一个人想成名并不难，难的是要他真的隐姓埋名。任教主重出江湖就出手不凡，不是更应验了这句话吗？哼，12年的囚禁生活，让一个人明白了，自由是一件多么难得的事情。可现在，有人想妨碍我享受这种自由。方丈，你说他们该不该杀呀？阿弥陀佛，在佛祖面前杀生，罪孽深重。任教主，此事恐怕还要了断一下。了断？怎么了断？阿弥陀佛，老衲又已留3位在少林寺住下，诵经礼佛，让江湖得以太平。阿弥陀佛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方丈对任教主算是仁至义尽了。方丈，你我之约，少林寺自己不守诺言，怎么谈得上仁义？说得好啊！方丈，你真是异想天开。老夫我退隐江湖12年，这江湖上可真的就平静过？据我所知，不久前，青城派对福建福威镖局还大开杀戒。这青城派观主于沧海，大概也在场吧？方丈为何不将他留在少林寺诵经礼佛？你鬼儿子放屁！的确好臭。于观主，恼羞成怒不是我们正派的作风。的确好臭啊！我既然姓个任字，又叫做我行，这就只好由着我自己的性子了。我喜欢走到哪里，我就走到哪里。看来任教主是拿老衲消遣来了。哦，不敢不敢，在当今的高人之中，能让老夫看上的没有几个。我这么数来数去，有3个半我佩服的，3个半我不佩服的。
你沿袭已精精，内功已到极致，为人也谦让，不像老夫那么嚣张啊！不敢当。哈，任教主能佩服3个半人，贫尼愿听其详。这华山派中有一绝顶高手，那是我佩服的。哼，任先生不必讲反话。我家相公不需要那么多人佩服。宁律侠误会了，岳先生的确不在我佩服人之列。我佩服的乃是华山剑宗前辈风清扬。在我佩服的人当中，还有一个，就是你，牛鼻子老道。你的武当派太极神剑颇有独到之处，不过你不会教你的徒弟，所以武当派门下至今没有什么杰出的人才。再说，你的太极神剑虽然高明，却也未必能胜得过老夫。所以，我只佩服你半个，能得任先生佩服一半，贫道也就感到脸上贴金了。任我行，你是我们武林正派的仇敌，在这武林圣地少林寺，轮得到你这个魔教的原教主对我们评头论足吗？左大掌门。你不要生气，你虽然不在我佩服的人之列，可是，在我不佩服的3个半人当中，你却是首当其冲的。在下受宠若惊。哼，你这人功夫极强，算计也深，这一点挺合老夫的胃口。不过你这个人野心太大。恐怕，将来少林和武当都会成为你的绊脚石啊！不过，这也算你才高志大，只是你过于阴毒，不是英雄豪杰的行径，让我十分的不佩服。你不要生气嘛！如果你想对我出手，恐怕你还不是我的对手。在我所佩服的人当中，最佩服的不是大和尚，也不是风清扬，他是篡我日月神教教主之位的东方不败。老夫我武功既高，计谋也算狠毒，不过我万万没有想到会让东方不败算计，险些葬身西湖牢底，永世不得翻身。这样厉害的人物，老夫我不敢不佩服啊！任教主所说不差。敢问任先生不佩服的人中，还有哪几位？于观主怕是排不上了。以你的武功，再练个30年，也许会让老夫不佩服一下。你，大家能在这里相会，都算有缘。老夫能有幸拜会各位，也是我的福分。老夫为了救女儿而来，今日我女儿安然无恙，我就不再打扰这佛门圣地的清静了。莹莹，咱们走。慢着，你当这是什么地方？你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左大掌门，你恐怕是有备而来吧？啊？哈哈哈哈哈哈！
老衲要跟你比上一比。要是你赢了老衲，我们马上放你们下山；要是老衲赢了你，你们要在少林寺住上10年，还给江湖一个太平。你看如何？那不行，刚才任教主已经说了，我和他已经有10几年没有比试了，恐怕他和我一样，也想试上一试。那好，比试3场，你看如何？也罢，也罢，3战2胜。看来，我日月神教和少林派这一架，迟早是躲不过去了。方正大师，呸！哼，要不是为江湖出害，以方正大师的名望，你怎么配得上和他交手？让我把这个青尘恶鬼先杀了，再来和你斗。不行！接招吧！千手如来掌。对。于长海，拿命来！不要抢打！小心，吸星大法！好一个易筋经化解法！好，这是第2场。方丈慈悲为怀，想不到反遭小人暗算。阿弥陀佛，任教主心思机敏，用智不用力，老衲认输了。卑鄙小人，下流！哼，我们日月神教中哪有岳先生这样的君子？任教主要是君子，早就和你们同流合污了，哪还用得着和你们比试？师兄，
教主，爹，师兄，师兄，爹，师兄你怎么样？教主，你没事吧？爹，教主，师兄，教主，任我行的吸星大法竟然没有起到作用。教主，寒冰真气，很好。左大掌门，这12年来，你到底没有白白虚度自己的光阴。来，咱们再比试比试。胜负已定，这一局可是你输了。对，久闻向佐使有天王老子的美称，今天有幸能和天王老子为对手，不知贫道是不是有福之人？恭敬不如从命。久仰冲虚道长的太极剑法天下无双，在下向问天舍命陪君子，只好献丑了。请，且慢。向兄弟，你先退下。任教主要赐教吗？贫道，占这个便宜也太大了。老夫拼了2位高手，再和道长动手，岂不是太小看了武当的神妙剑法了？老夫虽然狂妄，还不至于狂妄到愚笨的程度。冲虚道长在贵方是生力军，我们这边也应该出一名生力军才是啊。令狐兄弟，你下来吧。各位前辈，令狐冲擅闯宝刹，罪该万死。我刚才听见扁后之人呼吸均匀，内力精深，我正在猜想哪位高人光临少林寺，原来是令狐少侠呀！少侠，请看。扁后有人，我把他揪下来。且慢，此人内力亦正亦邪，不知是敌是友。众位前辈来到大殿之时，小子心虚，就藏到了扁后，还请方丈大师原谅。阿弥陀佛。任前辈，向大哥，莹莹，冲哥，你色胆包天到如此境界，我可真是佩服。于观主，过奖了吧？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。我为报任大小姐救命之恩，能得于观主如此美誉，那倒也是高兴得很啊。令狐冲，你不反思自省，却学的这油腔滑调。你要是不堕入邪道的话，这华山派掌门人的尊位，怕是早晚要你来做的。哼，今日华山派的掌门人不当也罢，啊，将来老夫一命归天，我这威震天下的日月神教教主之位，还能逃得出我这乘龙快婿的手掌吗？啊，我。冲儿，
你师父把你逐出师门，你要理解他，他是恨铁不成钢啊！你可不能因此自甘堕落，助纣为虐。师娘，令狐兄弟，人在江湖，名声和信誉并不是哪门哪派送给你的，凭的只是你自己心中的信念。你在少林寺的所作所为，其实大家对你已经有所评判。冲虚道长，方正大师，晚辈令狐冲自小没有读过什么书，也不懂得什么三纲五常的道理，可是以恩报恩的道理，却还是知道的。冲虚道长，请出见吧。这一场不要比了，你们4位下山去吧。道长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这不是放虎归山吗？在山下，我已经和令狐少侠比试过了。那次我输了，我实在想不出破解他剑法的方法。贫道只好认输了。哈哈哈哈哈！道长虚怀若谷，我现在可是佩服你7分了。好，咱们后会有期。冲儿，你走吧，以后我们只有拔刀相见了。到时候也别怪我宁中则不讲情面。方丈，告辞了。莹莹，咱们走。慢着，方丈，任我行的内力基本上已经被我的寒冰真气冻住，现在不杀他，何时再杀？杀了他，也是为武林除了一个大害。出尔反尔会让江湖不耻。既然我们比武已经输了，就让他们下山去吧。哼，左掌门，这不是嵩山的封禅台，在这里，方正方丈才是一寺之主。哼，诸位等一等，冲虚道长不和小人计较，那是他宽宏大量。但是这第3场还没有比呢。令狐冲，我跟你比试比试，怎么样？师父，精彩，精彩！岳先生，这华山派也不是在你一个人的手里啊！令狐冲，你把风老先生传授给你的独孤九剑亮出来，让他看看，这华山派的精髓，却是在你的手里。华山派出了你这样的叛徒，我不出手，难道还让别人出手不成吗？来吧，今天要不我杀了你，要不你就杀了我。师父，莹莹，令狐兄弟和岳先生的这一天迟早会来的。今天在这里了结，大家也算有个公正，对令狐兄弟今后行走江湖是有好处的。
令狐兄弟，你要是再不出手，当真要把小命送在这里不成？令狐冲自有孤苦，得蒙师父师娘教养成才，与亲生父母无异。他们的大恩未报，我又怎么能当着天下英雄的面把师父打败，令他脸上无光，声名扫地？可要是不打，或输了这一场，莹莹、向大哥、任前辈就要在这少林寺苦受10年囚禁。10年光阴，谁能担保莹莹没有性命之忧？谁能担保左冷禅和其他人不会对他们用毒计来陷害？师父，看剑！师父！莹莹，看来岳不群是想把令狐冲置于死地。令狐冲以师父为重，我就是劝他也没用。师父，岳先生，我冲虚已经收剑认输。只是因为令狐冲现在的剑法是当今武林一绝，这话一点都不假。嘿，师父！哎，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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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师父！师兄，你就饶了他一命吧。师父，弟子不是你老人家的对手，不用打了。方正大师，他们师徒俩无法分出胜负，今天这3场比武，就算双方不胜不负，老夫向你赔个罪，咱们就此别过。阿弥陀佛，任教主这么说也对，老衲别无异议。岳掌门，你这样做，以后你还算不算是华山派的掌门？呀！师父，弟子该死。师兄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华山派的仇敌。我不杀死你，华山派的一代代门徒总有一天会把你除掉。师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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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在哪儿？阎王殿。
要是能这么容易就去了阎王殿，那就好了。只怕从今以后，江湖上人人都会说我令狐冲是一个欺师灭祖、六亲不认的无耻小人。你后悔上少林寺救我了？我怎么会后悔呢？你为了救我，把自己的性命都交给少林寺了。我就是还你一条命，也报不了你的大恩呐。你现在还这样对我说话，说明你现在还把我当做外人。哎，我不怪你。我知道，你心里一直放不下一个人。小师妹她，或许我根本就是一个不值得她爱的人。她跟林师弟在一块儿，肯定会比跟我在一块儿幸福。我非常羡慕你的小师妹，当初就是你对她的一片真情感动了我。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天涯浪子就这么重情重义，吃得像个呆子。你干嘛用这种眼神看我？我笨嘴笨舌的，难表心意。不过，我要是能找到一个像婆婆这样的人当老婆，真的，只怕你这句话不是油嘴滑舌才好。我刚才，我不要你用什么命来还我，我只要你死心塌地的对我好，永远不离开我一步，你答应吗？这，你刚才都是捡好听的话对我说，是不是？你心里根本没有我，是不是？不是，我刚才要是哄你的话，天打雷劈！不要这么说，咱们武林中人，只怕注定都不得好死。如果有一天你负我的话，我宁可亲手一剑杀死你。哦，婆婆。岳师兄，说了这么多，你可千万不能误解。只要岳师兄支持并派，我一定力荐岳师兄当上五岳派的掌门。小弟不才，这五岳派的掌门人我并不胜任，并派之事，只要别的门派不反对，我也没有异议。别的门派，我会去联络的。有魔教大敌当前，并派一事，宜早不宜迟啊！怎么样，伤不碍事吧？啊，虽然伤得不是很重，恐怕也要调养一段时日。多谢左师兄的关心。真没想到，令狐冲已经变成了魔教的帮凶。要不是方正大师阻挠，我的剑绝不会饶恕他。只要岳师兄一句话，从今往后，令狐冲也就是我们嵩山派的敌人。令狐冲已经被我逐出师门，别人怎么看他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那好，从今往后，嵩山派见到令狐冲就格杀勿论了。哼，左盟主，一个小小的令狐冲，不至于让声名赫赫的五岳剑派
如此恐慌吧？岳夫人说的不错，一个小小的令狐冲不足挂齿，但他勾结魔教，贻害武林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令狐不除，江湖不会平静。这么说来，杀令狐冲是左盟主早就预谋好的。要除令狐冲的，恐怕不是我一个人吧？岳先生那一剑要不是刺到树干上，令狐冲早已命丧九泉。哼！这好了，祝岳师兄一路平安，告辞了。这师妹。玉女三怒，这一招可久违了。玉女三怒，亏你还记得？我当然记得。18年前，作为女侠跟我发怒时使的。不过那时候我看懂了你的剑语。今天，我和令狐冲之间的剑语，你可没有看懂啊。什么剑语不剑语？虎毒不食子。冲儿，是我们从小把他养大的。你可以把他逐出山门。但是你不可以把他置于死地。你错了。你真以为我打不过令狐冲吗？啊？怎么讲？你呀，只想着我不要伤害令狐冲，就根本没有看懂我跟令狐冲的剑语。我再给你来一遍。浪子回头。正是，我就是用剑语来劝他，让他浪子回头。冲儿可能一时没看出来。那好，你再看这一剑。苍松迎客。对，这是华山的苍松迎客。你的意思是，如果冲儿浪子回头，华山派还会接纳他？对，这次算你说对了。那小贼马上使出了冲灵剑法。冲灵剑法？弄玉吹箫，箫使成龙。弄玉吹箫，连着箫使成龙，这只有华山派才能看明白，否则其他人看出来我答应令狐冲做我的乘龙快婿，那我的老脸还往哪儿搁呢？后来他又出了什么剑招？我和他的剑语被他一剑刺来，就此结束了。还疼吗？心疼。师兄，看来我错怪你了。不过，你那一脚也太狠了点吧？是，倒是他那一剑，刺得我大彻大悟。正邪之间，水火不相容。如果你现在还下不了决心的话，就刺我一剑吧。师兄，师兄，驾！小林子，4个雪人儿。这附近没有人家呀，怎么会有人在这里堆雪人呢？也许是像我们这样的2个人堆的吧。哎，小林子，可为什么偏偏是4个雪人呢？嘿，咱们也来堆雪人吧。我们来堆一个你，再堆一个我。哎，小林子，快来呀，小林子！哎，小林子，
我知道，这一次去少林寺，你又见到于沧海了，又让你想起你爹娘的死，是不是？小林子，来，下来。在去少林寺的路上，我跟我娘说了。说了什么？我跟我娘说，等我们回华山以后，就成亲。小林子，你不高兴吗？山妹，我高兴。那师娘怎么说？我娘说，她同意了。真的？嗯。小林子，我知道你心里很痛苦，可只有好好的活着，才是对你父母最大的安慰，对吗？你变了，不像我认识你的时候，你那时就像一个任性的公主。我没变。我们去玩雪吧。走。来。真好玩。来。哎。来人不怀好意。师妹，我们走。你们为什么射死我的马？你的马？一个嫩芽小生，一个黄花闺女，你们是哪一派的？在下华山门下林平之，这位是我师姐，姓岳。各位素不相识，为什么无缘无故的射杀我们的马？华山门下，你们师傅就是比剑输给徒弟的那个什么君子剑与岳不群，是不是？是又怎么样？这个小妞姓岳，她是岳不群的什么人？我是什么人，关你什么事？你射死了我的马，你赔我的马。瞧他这副浪劲儿，八成是岳不群的小老婆吧？几位是江湖上的前辈，为什么说话这么不干不净呢？这位是我师父的千金。哎，早听说岳不群的女儿相貌标致，算是后一辈人中的美女，可今天这一看呢，也不过如此吧。哎，不过呀，在这荒山雪地里面，能有一个美女陪咱哥几个暖暖身子，也不错嘛。你们再敢口出无耻之言，别怪我林平之不客气。哎，大家快来看呐，快都过来看看呐！看这几个字啊，真是一对情痴在说梦话。你们看呐！你们太欺负人了！你们两个去对付那小子，小妞留给我一个人就行了。走走。小林丹，小心啊！
别杀他，留活口。小林子拿了岳不群的女儿女婿，不怕那伪君子不听咱们的话啊？山妹，放开他！你们别过来！走开，走开！小林子！你们这些无赖！大师兄，住手！你们辱我小师妹，一个也别想活命！说，刚才在我身后写的什么字？海枯石烂，2钱不余。再说一遍。海枯石烂，2钱不余。别说了，别说了！你们两个，走吧。世上竟还有这么厚颜无耻之人！人家冒着生命危险救你一命，哼！你不说声谢谢就想走吗？这是我跟他的事，你今天要是不说这个谢字，可别怪我手中的剑不客气。你要杀了我吗？为什么？哼！看来你并不傻。我再给你一个忠告。英英，使不得！快走！走啊！你为了救他，可以不惜自己的生命，是不是？英英，英英，我，哎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我的女儿啊，就是个傻女儿啊！她岳不群是个什么东西啊？啊，她的女儿怎么能跟我的女儿相比呢？啊！哈哈哈哈！岳姑娘已经有心上人了。嗯，这种水性杨花的女人，令狐冲是不会把她放在心上的。再说，令狐冲为了你大闹少林，天下皆知，还为了你不愿重回华山。单就这2件事，你也该知道令狐冲对你的心意了。嗯，好了，啊，你呀救了岳家大小姐，也算报了师门之恩呐。从今往后，你们谁也不欠谁的了啊。这个卢老大呀，越来越不像话。哼，怎么能干出这么龌龊的事情？怎么，这些都是你们日月神教的人吗？啊，任教主，你身上的寒冰真气去的怎么样了？要不是你发力相助啊，老夫我也不会好的这么快。令狐大侠，
你现在可以说是我的女婿了。我得教你打通经脉，调理吸星神功的缺陷呢。好，不过我得旧事重提。我再次邀你入日月神教，你不会再推辞了吧？晚辈实难从命，我是绝技不会入日月神教的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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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看来你对华山派还抱有幻想啊。任前辈，虽说我现在是一个天涯浪子，但我的心依然皈依正教。咱们有缘相识相助，那也是因为信义和一个情字，这些还望任教主能体谅。哼，我任我行要让华山派全部覆灭，让他们在江湖上从此除名，也不是件难事。任前辈，我华山派创派数百年，自有它存在的道理，也不见得随便什么人都能在举手之间将它覆灭。任前辈，向大哥，令狐冲先走一步了，咱们后会有期。令狐冲，难道你真的想去找那个岳家姑娘吗？在少林寺，我已经向各路英雄说了你是我的女婿。要是你真的背叛了莹莹，到时候别怪我任我行不讲情面。令狐冲，你走吧。从今以后，咱们之间没有任何债了。你再不走，咱们只能用剑说话了。